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一位特别嘉宾蕾蕾，她和我有一些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故事，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呢，是2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在藤校毕业之后，怎么都选择了流浪。那大家对我可能相对更熟悉一些哈，我的故事是从18岁上海来到美国读常春藤院校本科之后，在美国的工作经历大概有6、7年之后呢，就进入了哈佛商学院，获得了我的 MBA 学位。在 MBA 之后的2年里，我的人生发生了比较重大的不寻常的变化，离开了高薪的工作，与当时的这个男友分手，并且离开了美国，最终现在来到了我所在的葡萄牙里斯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书呢，即将要出版其实是一个详细版的讲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这样一个故事，叫做走出哈佛，也是记录了我的一路的心得，如何走进，又发现为什么自己需要走出，如何走出。我的感触是，为什么要走出哈佛？哈佛多好，我还想走进去。那我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可以叫我蕾蕾。如果你搜索蕾蕾大冒险，可以在小红书上找到我。我是来自于河北一个3线城市的一个普通的小康家庭。我的本科是在国内上的一个211的大学，学的是金融学，然后研究生才去的美国读常青藤，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硕士，学的是社会工作。我毕业了之后呢，就加入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然后在联合国一待就是9年，从儿基会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到联合国人居署，总共待了3个不同的 duty station， 在3个不一样的大洲。然后在疫情的第2年的时候，我辞职，开始过上了旅居的生活。现在我在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还有一家自己的线上旅行工作室，叫环球大冒险，大家也可以在小红书上找到。除了做自己的旅行工作室之外，我还业余炒股，做点投资，然后最近也录了一个新的 podcast， 叫野路子姐妹会。很想听听待会儿你跟我们去解密一下，从一个小镇女孩到联合国工作，这个路程到底是不是很艰难，并且联合国是不是也是一个值得祛魅的地方。此前其实也没有去讲我的这个普通家庭普通在哪里，到底是不是普通呢？大家可以评判吧。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个地方是我出生在上海，是独生女，所以父母呢从小给了我很多的教育资源，或者说支持，我想学什么不想学什么他们都非常的宽容对待哈。路就是通过自己的兴趣导向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让我在家庭并没有那么富裕的情况下，能够进入上外附中，并且能够做出自己的这个履历包括课外活动呀，包括成绩等等，获得全奖，进入了达特茅斯学院。我可以说在26岁左右就开始对于精英教育有了一些质疑，内心对于这条路的反感也是越来越强大。最终导致了我的这整个出走也形成了我现在的这个新的人设，所谓裸辞自由生活的这样一个人设。我知道其实蕾蕾你的这个目前的生活方式比我是潇洒太多。我其实是挺着个大肚子困在这个里斯本规规矩矩的生活哈。我的生活状态确实挺让人羡慕的，我自己也非常知足感恩。我大概是疫情的第2年，那个时候我是带着工作回国的，我当时还在联合国人居署做远程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就在海南还有福建开始玩风筝冲浪，就相当于是上午工作，下午风筝冲浪，然后晚上就可以有一些社交生活。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很美好了。但是
工作了一段时间，越来越发现工作很难坚持下去，有的时候完成不了工作。然后当我发现我有的时候要找一些借口，甚至是撒谎来告诉我的领导为什么我今天不能完成工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there's something wrong。因为我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负责任且正直的人，我为什么要说谎话来告诉我的领导我不能工作呢？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就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吧。契机，当时离开工作的契机有2个，第一个是风筝冲浪，就是我看到了可以有这么样自由的生活，就是大家可以不在办公室里去生活。你不代表你不上班不工作，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是职业的运动员，有些是教练，有些是自由职业者，有些是投资人，有些是富二代等等的，他们都可以不用在办公室里，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第2个就是我当时确诊了 ADHD， 就我知道我自己有 ADHD 了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不能去坚持把我的一些重复的枯燥的一些案头工作做完，是因为有 ADHD， 而不是我不够 professional。 所以当时就这2个因素作用在一起，就导致了我觉得那我想要停下来这个工作，想要去试试别的可能性。那如果我不在 office 里工作，不做 corporate jobs， 我还能干点什么？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季节性的工作者，或者是一个数字游民，或者是一个投资人等等的？我就想要去尝试这些不同的可能性，所以当时就把那个工作辞了。其实如果不辞的话，估计合同也续不了太久了。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个人生活的话，就一直都很丰富多彩。因为我是一个挺外向的人，我还挺擅长社交的，所以我可以在旅居生活中交到很多知心的朋友。我可以远程的长时间的去 maintain 这样的友情，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我们已经认识2年了，然后也没有再见面了，但是我们还是能 maintain 这种关系。这个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相信你和我具备这样的能力都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然后我的个人生活呢，就是除了有丰富的社交生活以外呢，在1年半以前跟一个非常 toxic 的 ex 分手了之后，就不断在约会大帅哥。蕾蕾，你可能比较谦虚，小红书上的朋友说的很对，说你吃的太好了，我们要不要放一点照片在视频上？那还是不知道这是不是的尊重别人的隐私啊？不过确实是我还是 date 了蛮多大帅哥的，我们可以单开一集讲这个和大帅哥约会的事儿。对啊，我其实跟大帅哥约会故事不多，但是如果大家想听我俩讨论富有汁水的各自的这个约会故事哈，请在评论区扣1。那倩，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因为上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单身的状态，然后2年之后你已经结婚有娃了，你能给我讲讲你最近的变化吗？目前这个娃呢是34周半，所以还在肚子里哈，踢得非常非常的凶猛。但是蕾蕾在上一次里斯本跟我相遇的时候，我是刚刚开始恋爱，其实还没有很稳定的确定关系如今已经是进入了人生的这个新的阶段。我也还是常驻葡萄牙里斯本，过着是半退休半热情驱动职业的这样一种生活。具体我的这个热情驱动的职业呢，包括写作，包括像现在这样的这个视频播客内容的制作，也包括我和我的伴侣托比正在做的一个电影剧本的共创，可以说是过着非常快乐也很朴素的一种生活。大家可以去 Fire 那一集听听我的一些具体的叙述。那我们毫无保留的分享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进入这个名校的。我觉得我也是挺幸运的，因为我的家庭条件和我所处在的城市能带给我的资源并不是很多，不像你在上海，我觉得上海的孩子还有上海的家长，他们的眼界认知还是比我们这样的小城市要高很多的。我在申请学校之前，我也没有觉得我能够升到常青藤这样的学校。研究生之前，我甚至都没想过我还能出国去读本科，
就是感觉都不是我的一个 option， 就我的想象力都没到那儿。我的父母呢也是非常普通的，中国最普通的小康家庭的缩影。父母对国外是一无所知，没有任何的认知。然后我的认知其实是来源于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然后我在大学本科获得的这些知识和资源也比较少，就是同学们知道什么我就知道什么。我当时呢是对我的本科学校非常的不满意。虽然也是一个211大学，也学的是金融学，非常好的专业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学校，当着我校长的面我都可以这么说，真的是什么都没带给我，就特别不满意那个校风和学习风气，就觉得大家只是在学习，也没有什么课外活动，也没有什么实践，也没有什么认知上的突破，就是学习、考证、找工作，就非常无聊的这样的一个校园的环境。然后我当时是在武汉这个城市嘛，我也觉得当年的武汉，因为我觉得现在和以前又差别很大，现在区域之间的差别信息差已经小非常多了，1线、2线、3线城市的这个认知鸿沟在逐渐的缩小，但是当年不一样，当年武汉是一个非常闭塞的地方，也没有好的实习机会，你想找到一个世界500强的工作都挺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一定要去纽约。就是纽约，我觉得纽约 has everything。我是觉得之前这种资源的匮乏，让我太想去一个资源充沛的地方了。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纽约。然后我自己盘了一下纽约有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专业我可以考进去，然后又结合了一下我的热情和我的特长，就选择了各大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因为我有太多的志愿者的经历，还有做社会公益服务的经历，所以就非常顺理成章的我就进入到了这个专业，而且我还获得了一点点的奖学金。据说当年我是唯一一个华人学生获得这个奖学金的，虽然不多哈，但是也是一个荣耀。这个其实跟我当时申请达特茅斯的时候故事有一些相似，就是其实我们不管别人都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履历的这个铺垫哈，或者说课外活动的这种精心策划，我们就是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结果和这个学校所想要找的确实就是匹配上了，或者说对方看到了我们这种真诚的动力哈，motivation。是的，这一点我真的觉得不管这个话题其实已经讲过多少年了，大家都会听得到，怎么样去最好的学校，就是你真正要让这个孩子或者学生去做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建议永远都是正确的。其实蕾蕾，我也很好奇，因为你刚才提到了 ADHD 哈，这个是在你成人之后才被诊断出来。我也知道 ADHD 实际上在女性当中比想象当中要常见，但是很多女性因为有很强大的各种这个 overcompensating 的能力去遮掩，导致很多女性是成年之后才逐渐找到自己的这个 ADHD 的问题。那之前你在学习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现在看来是 ADHD 对你的影响呢？太多了。当我回溯我的童年还有成长经历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是从小就是个 ADHD， 因为很难专注，经常会走神儿，然后记忆力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 ADHD 的 working memory 是和典型发育人群稍微有所区别的。然后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只要我妈不看着我，我就玩别的。比如说看课外书啊，或者是照镜子呀，或者是反正就是动来动去，就是不学习。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妈妈，就是她一直是我的 body double， 或者是她一直在做我的 scaffolding。我在学习的时候，我会请她进到房间里来，坐在我旁边，比如说她看书看报，我在写作业，这样子我就可以帮助我更好的专注。我当时不知道是因为 ADHD， 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有这样的症状，以及我的妈妈对我的关注真的帮助我成为了一个学习好的人，要不然我肯定是个学渣。我跟蕾蕾的学习经历是几乎截然相反，我是天生学霸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自激哈。我爸妈其实工作很忙，但是呢我就小时候记得自己有这样一个愿望，我要做完了功课才可以放松的去玩。所以如果说
心头上惦记着这个我还没有做完的功课，我是不会尽兴的。这也是推动了我去这个完成作业，尽这个最大的 efficiency 去完成最少的就是 minimally viable 的，然后就可以去放松去玩。所以也加上我特别擅长学习和考试哈，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聪明，我也很希望在听的在看的家长们可以去发掘自己孩子聪明的这个具体的点。我的这种聪明正巧是擅长学习和考试，有的时候我做英语题的时候哈，我一点都不会犹豫，我会知道这道题目是在考什么，我会知道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如果我有任何犹豫，那说明这道题出错了。就是到了这样的一种能够看穿题目的这种学霸的层级。所以你说我读的轻松吗？确实非常的轻松，很多学科除了政治。我的这个编辑不让我写在书里面，他说这个不太能说，太敏感了。我除了政治小时候学不到第一名，其他都能够学到第一名。所以确实是有的人擅长读书，有的人可能擅长动手，有的人擅长其他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这个孩子他兴趣的所向，让他能够产生自驱的动力吧。那这样的话，他的这种自信也可以去汇集到其他的方面，而不是说也许这个孩子动手能力特别强，他就只动手了，他也许自信了之后也能够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好。这个是我自己一个很想对父母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这个对于儒家文化的家长们有点太难了，因为我们千年的儒家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农工商都已经排了这么久了，就是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就是我们觉得知识文化是一种更高级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思维是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去突破这个认知。还是有所突破的吧，现在这个商不是排最后一位了哈。对，现在可能商可能往上走了。对，是，并且现在还有这样一个很大的这个机会点，就是 AI 的出现，对不对？那可能它会把我们的教育，尤其基础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再一次重新洗牌。我们到底应该去学什么呢？这个待会儿我也有重点想要分享的地方哈。其实我觉得刚才我所说的，我这个自激啊、自卷这个硬币的反面，就是其实我也不想听父母的话，我是一个很自我的人，他们在学习上根本就不用对我说些什么，因为我自己就能够把作业全部完成。但是与此同时呢，我喜欢去挑战任何我想要挑战的权威，包括老师，包括一些软规则包括申请名校的时候，周围的人全都是在请中介，但是我就是怎么说呢？坚定的选择自己去做。我做出来的材料，后来去看的时候，确实是觉得很稚嫩，但是那种稚嫩可能就是带了自己的味道，带了自己这种原创性，很真诚。也许就是让我打动当时的这个招生委员会的一个重大原因吧。所以其实这一点我并不是从来不是一个让父母或者老师省心的这样一个孩子或者学生。这种自我的意识其实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我，但是同时呢，也让我头到处去撞也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一些故事其实我都写在了书中。目前的这个鸡娃家长普遍存在的我们看来的这个误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是人云亦云哈，就是家长去驱动说，你作为我的孩子，你的高中高一去做这些事情，高二去做这些事情，我都帮你把这些活动安排好或者说出钱去找教授去做科研，然后出论文呀，或者说去参加那些非常昂贵的交换项目呀等等，真的是人云亦云的非常非常严重。而我们其实当时都是完全自己驱动，对不对？家长想帮都帮不上。对，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没有什么能力能帮到我，当然也不是因为爸爸妈妈不优秀，而是因为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获得了更高的认知，我一直是这么想的。那我跟你呢也有很像的一点，就是我从小就是一个 rule breaker， 我是不管权威是怎么想的。那我的秘诀可能跟你的也挺有相似之处的。我当时哥大的面试也是靠一个自己非常真诚的、非常 personal 的小故事去打动面试官的，因为我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嘛。
这个专业就是要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情怀，有这个发心去帮助弱势群体，去解决社会上的一些问题。这个东西是你装不出来的，一定是会在你的谈吐当中真实的流露出来的。我相信你也做过面试官，你在面试的时候，谁真的热爱这个事儿，谁是假装热爱这个事儿，真的是一目了然，就好像老师站在讲台上看你在下面有没有搞小动作一样。对，一目了然。所以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你热爱的事儿，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所以其实秘诀反而是简化，是不去做那些我们看到别人都在做的事情，就是追随自己心里面的这一条想走的路啊。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文化名人是高晓松啊，我经常听他的节目，他也做了一档播客，就他讲到名校是镇国重器，就是名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这种国家栋梁。那我觉得如果送到名校里的人他都不是 rule breaker， 都没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全都是那些听上一辈人或者是权威怎么做的那种好学生，如果这样的人才能上名校，那我觉得整个世界就要完蛋了。下一个我们准备了好的话题，就是在这个教育路途当中这个名校给我们最大的助力和受益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这个受益，这个恩，就是它继续给予我的这个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小初高这样子的基础教育培养，更多是接收信息，去培养这样一个我们的信息的基础。可以说是有一些填鸭式的，这个不可否认。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分享常春藤大学的这种通识教育，它到底最大的这个精华之处在于哪儿？它就是教会了我们去学习任何新东西的能力，教会我们去做任何思考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有一句话就说，我们是去学习怎样去思考，而不是学习思考什么。How to think as opposed to what to think。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常春藤本科教育，尤其是这个最精华所在。具体来说，很多软的，我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些能力是比较软的，就是独立思考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我可能本科毕业的时候不会成为一个精算师，也不会成为一个可以动手的这个工程师，也不会成为一个马上就能够去做实验的化学家，但是我有能够接下去再去精钻某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准备，这样一个基础或者说去 take on， 就是去面对人生和世界之后会给我带来的任何的这样一个好的或者不好的信息，你有去 process 去处理这个信息的能力，让它成为你的这个知识储备和思考的一部分，视野的一部分。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刚才有讲到 AI 的出现，其实给我们的这个教育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现在学习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信息的这个收取是更加没有价值了？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去问 AI。那我觉得其实我刚才所提到的大学里给我的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包括学习的能力how to think 这样的能力，其实对于 AI 时代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匹配的。因为我可以通过和 AI 的对话，通过仅仅是我提的这个问题，钻研的这个角度，都能够获得更好的对我更有用的信息，更全面的信息。我想听听蕾蕾你在哥大，因为你有国内本科的这个对照刚才你对你的校长发出了这个严正的这个指责，说我什么都没学到，那我想听听你的这个对照是不是更强烈呢？是的，我的对照分2个方面，一个是普通的211学校和常青藤的对照，一个是中美两国的对照。先来说说这个中国学校和美国学校的差别中国学校呢就是比较填鸭式的，我们大学上课就是老师拿着 PPT 讲 PPT， 也没有小组讨论，然后也没有 case study， 什么都没有，然后考试之前画个重点，每个人去背那个重点，然后当时考前打印店就会疯狂的去复印这些重点，然后大家还可以打印小抄，就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学习环境。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呢，
我突然意识到，哎，我的同学怎么都自愿的在学习啊？因为去美国之前，大家好像都是为了前程而学习，但是去了美国之后，好像当然也有名校的这一波筛选的因素在哈，但是就是我感觉到大家都是自愿自发的在学习，他们会主动提出，哦，那我下课之后我想研究一个什么话题，我要去图书馆待3个小时，这个是我在国内没有感受到的。当然我也没有上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可能在清华北大的风气也不一样吧。那给我最大的影响还是中国和美国2种文化的差异。在美国是非常非常不畏惧权威的，在美国你可以骂总统，然后你可以拉横幅。那哥大的学生最擅长游行示威了，前一段时间的那个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对，就是从哥大发起的。还有这个占领汉密尔大厅的行动哈，我们以前还在 Hamilton Hall 里面上过课。NYPD 进来抓学生，就是美国的名校生的反抗意识是非常强的。那中国的学生可能服从性就会强一些。这个其实正好是说在了新闻热点上哈，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这是美国教育的一个精髓所在，就是学生是有这样子的自由度去做这种抗议的先驱。但是因为目前的这个当政的特朗普的这个 administration 开始对于这样子的行为做了非常大的这个镇压。所以导致美国大学都感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危机，科大也是在新闻的首当其冲呀。对，我觉得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到哥大去上课的第1个月，这些国际学生就联合起来开了个会，告诉学校我们还需要这样的服务。这个在国内你是不敢想的。但是到了美国去了之后，马上我们自己就变得更有抗争精神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环境是安全的，我们的诉求是允许被表达的，即使不被接受，但是表达是不会有任何的 consequences。 但是确实近几年，不管是特朗普的政府，还是之前一些 political correctness 就政治正确这些风向哈，确实是对于这种自由开始产生了一些影响和侵蚀。所以我在书里面也写到了我对于哈佛的观察，哈佛相对起哥大，实际上像这样子的这个表达自由呢，会稍微变弱了一些，大家自发的有一些自我的审查，或者说有了一些因为种种原因political correctness 是其中之一哈，出现了不敢讲的这种情况。对于我来说是觉得非常的痛心，因为我觉得这本该是美国精英教育的最大的一个价值点所在之一。我们开玩笑说读了一个藤校出来都是这个技能特别的软，但是实际上这些软技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有的时候不走出这种精英的世界，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包括写 PPT 的能力，包括口头的表达，包括书面的写作，包括和团队合作的这种能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我其实比较反感的是一种就是精英只会讲故事，在这样的这种软能力之下，我觉得每一个精英都还需要去补充这个硬技能，还是要成为某一个行业的某种专家再加入这样的这个软的包装能力，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才。但是确实我觉得如果说之后去批判这些精英的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往往这些软能力让他们可以就走得很远就没有了这种再去深耕，去成为某一个行业真正的这种专家的意愿所以其实我的朋友，尤其商学院这样的情况也比较的明显，因为很多人往往是一种说的好听一些是全能generalist， 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是头头是道，但是实际上他可能只是会说，他的这个背后的这种深度还是有所缺乏。那像这样子的只会说的精英去成为我们的社会的领袖，其实我觉得也是我有意义的。我觉得 generalist 我并不认为它是个贬义词，我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 generalist。为什么呢？可能也跟我的 ADHD 有关因为 ADHD 的特质就是兴趣特别广泛，但是很难在一个领域里深耕。
但是我最近也和这个特质进行了一些和解，就我发现了 generalist 非常适合做 coordination， 因为他什么都懂一些，然后就可以跟各部门之间去协调工作。比如说 coding 我懂一些，技术我懂一些， marketing sales 我懂一些，设计我懂一些，然后我就可以作为这些专才的一个粘合剂和一个服务者，然后把他们放在一起，去催化他们产生一个特别好的 product 或者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 generalist 也不是一个太坏的词，可能在商学院里这些人比较集中的出现在了一个地点。真正的意义上的 generalist 肯定不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我想刚才批判的更多的是一种，用自己的这个软技能和表达的这个能力去掩盖一些实际的真正的有expertise 的这样的一些专才。那些专才可能就比较吃亏哈，他没有这个很好的表达自我的能力，所以我在工作上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会有意的去提升一些这个专家的这个地位，或者说帮助他们去提升他们的这些观点。我理解你，但是我也有不同的观点，就是随着我创业以来，我是真的觉得 bullshitting is art， 就是 marketing is art。Marketing and sales 是一门很大很大的艺术，而且 it's very much needed in our society。就当你开发一个产品的时候，为什么这些渠道、这些广告费用会占你总成本的那么大的一个比重？因为他们 really matters，他们就是非常重要。即使你不愿意去为渠道广告投入这么多的成本，可是事实上你要把东西卖出去，让别人知道，就是这个软实力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吧。所以我觉得是的，是宝贵的。当你特别会表达，特别会把一件事情说的天花乱坠也好，或者是描绘的有声有色也好，其实也是一项能力。那如果你把这个能力和一个耕耘的专才，你们两个放在一起，那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对，是的。其实作为你是一个 entrepreneur， 一个创业者哈，几乎所有你的工作都是 salesy 的，都是销售型的，对不对？你要去说服你的客户，你要去说服你的潜在的员工。你招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卖一种这个情怀，对不对？包括你要去找融资方等等，这个创业者本人就是一个销售人员，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精英的身上的一个职责，就是你把你学到的、获得的这些非常强大的软实力，去用在正直的地方，去用在正确的地方。对。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名校教育对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恩惠之一哈，就是一个是这个自由的思考，去真正去用好奇心驱动的这种思辨性的学习，另外一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一众软实力未来去思考、去学习任何事情的能力。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无可避免的要去讨论到名校对我们的一些加持。这个光环和标签的作用，我觉得受益非常大。就是不管我走到世界各地，当我提到，我是从 Columbia 毕业的，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大家都知道这个学校，然后再加上我和大家说我在联合国工作，那这两个光环的双重加持，就可以让我瞬间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对于这种感觉我是非常享受的，我也非常感恩，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就给予了我极大的信任和尊重。没错，这个光环和标签肯定是好用的，否则我也不可能在小红书上起刊号就是哈佛 MBA 毕业裸辞这样子那种非常 sensational 非常标题党的。然后有了流量之后，我才能够去真正去讲我自己想要讲的这样一个messaging， 想要去分享的一些我的体会这个就是一种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免费的，这真的就是别人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基准线，但是你只要随便放在你的标题里，放在你的简介里，放在你的履历里，就已经能够成就你。所以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一种加持
我一直开玩笑说，我如果没有走进哈佛的话，我怎么能走出哈佛，对不对？我还觉得名校的加持给我最大的影响，超出于其他所有一切的影响，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改变了。就是我没有上哥大之前，我觉得我就是芸芸众生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普通的中国学生，家庭也一般。样貌也一般，性格也很普通，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上了名校之后呢，我觉得那我是哥大盖过章的一个准人才吧，被输到社会的一个准人才。那我能在世界上最好的学校里读书，那我应该不会太差。我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些更厉害的事情？我是不是可以不用限制自己？因为 I'm among the best，就是 one of the best，这种身份认同给了我很多的信心和动力，让我做事情的时候不再害怕，不再犹豫，觉得那我也是最好的之一，那我就可以做更多、更有意义、更难的挑战。这个对于我的影响可能比之前的那些光环加持还要大很多。我对精英这个圈层这2年有了全新的认知，就是因为我离开了精英圈子2年，我到世界各地去旅居，接触到的人大部分不是精英圈层。在我离开办公室之前，我是生活在一个 bubble 里的，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外交官，都是 diplomats， 都是名校毕业的，我只和一类人交往。当我走出办公室了，我和世界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交往，有做各行各业的，有条件特别好的，有条件特别差的，有搞体育的，有搞艺术的，就是才让我意识到了这个精英圈层好像没有那么差。因为我觉得精英有对自己的约束和一套非常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好像是在这个圈层之外不存在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深刻的讨论的话题哈，因为我对于精英这个群体到底是质量好坏，或者说对我的影响好坏，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看法，一个比较 mix 的看法。也可能是因为我对于这个精英的群体，我抱以了非常非常大的希望，所以在我的书中呢，其实包括在我的小红书很多笔记里面，我会对于精英层级有一个这样的批判。我一直说这种批判其实是来自于一种爱，或者说是来自于一种要求。是因为我希望，我觉得他们作为这个，你刚才说的高晓松的分享哈，就是他们作为一个 leader 不管是社会还是国家还是什么行业，科学领域等等，他们有更大的责任。所以其实这一点我又觉得是不矛盾的哈，就是我可能对他要求高是一种批判，是一种在乎。就比如说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会和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和不同背景的人交往。其实我们在说精英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时候还说的是有跨国文化、跨国生活经历的精英。是的，就是很多那就是更上一层。是的，很多精英他也许他只是单一的，比如说中国的经历或者是儒家文化的思想和经历，他又不一样。那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领队、地接、向导、司机、客户等等的，他们的背景、知识、文化水平、素养都不一样。那你看日本的供应商和埃及的供应商的质量又不一样，所以我就要每天在这些不同的标准当中去校准，叫什么 calibration 是吧？那原来自己的那一套标准真的是被打得稀碎，所有的人都不在那个标准上，只有我在那个标准。对，但是我觉得精英他可能也有一种傲慢，会觉得我获得了这样的身份和体验是因为我更聪明或者我更勤奋，但其实 totally not， 就是你的天赋、你的出身、你的环境、你所受的教育其实都是一种偶然，都是一种幸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这样的幸运。这也是精英自己要做的一个功课，因为你刚才所说的和我之前提到的，这只是聪明的一种，精英不能占据这种
所谓智慧的高地，觉得别人是没有跟上他们。实际上，你要去习惯别人，或者说习惯任何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也是每一个人需要做的功课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离开了那些精英密度极大的工作，到了其他的一些能够接触到社会各个层级的这种人群的工作环境当中，他非常的不习惯，可能会选择再回到精英的环境当中去，他可能就会再回到像咨询啊、金融这样的环境，并且也是有一定的自制力。他说他就是觉得，确实是太消耗他的这个能量，或者说，不是一个他愿意去花费自己这个精力和能量的地方哈。但是我觉得我在习惯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还是想在这个真正的世界留下来，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挑战还是确实比较累，但是是有价值的。我觉得会为我的保持一个开阔的这个人生的经历铺垫，否则的话我也可以放弃进入真正的世界，而是留在自己精英的世界，也许人生会比较的轻松一些，但是就没有这么的广阔，我是这么觉得的。对，精英的世界也不是虚假的，也是真正的世界，只不过是真正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其实还有一点我想讲，就是在名校当中，我们因为一直在聊这个恩惠嘛，其实也是走出来了之后，你才发现原来在名校的时候的那种师生的质量哈，包括这个上课讨论呀，包括所有课外之余的这种对话呀，做的学术的研究呀等等，这种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只是当时在学校里面，我觉得习惯了都疲了，或者说要担心的东西太多了，就没有时间去真正的去欣赏、去赞美、去 appreciate 这个事情。现在回想确实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我把它称之为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场，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量场，所有的学生和所有的老师都是这个能量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受益，非常的这个把你的这个人的这个活力和思维的这个活动的水平一直放在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可能会比较累，会比较 exhausting， 但是确实这个能量场我觉得对我的受益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把我的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会是一个对自我要求很高，不断的去拼搏，并且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质量要求定得很高的。感谢磊磊刚才跟我一起分享了我们眼中的这个名校教育带给我们最大的几个恩惠哈。那接下去我觉得开始讲讲一些没有预料当中的事情，包括从名校走出之后又会碰到一些什么样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说对我来说需要走出的部分。就是在走出学校成为一个社会人或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之前呢，我就觉得上学读书就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认知很狭隘，就觉得如果我上了一个好的大学，我出来以后就是一片坦途。但是毕了业之后才发现人生才刚刚开始，就是其实家庭和你的环境带给你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我的朋友就可以回到香港去工作呀，家里就给安排很好的券商啊、投行啊，可以安排进去啊，或者是家里已经买好了房子啊，他可以在纽约收房租啊等等的。因为这名校的同学们家庭条件都还是很好的，就在这种比较当中自己会有很大的落差，就是会非常羡慕为什么别人的生活可以那么轻而易举。我当时因为我才读了2年的研究生就要毕业了，就感觉才来美国社会还没那么熟悉的时候，我就要把我丢到这个劳动的洪流里面去了。其实我当时是很惶恐的，我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就拿一个 H1B 签证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我英语还说不利索呢，就是怎么样可以去跟那么多美国的精英和世界各地的精英去竞争，拿到一个 H1B 签证我想都不敢想。但是好在我当时在联合国的工作就给我提供了工作机会，我就可以用那个 G4 签证是一种 diplomatic visa，就可以留下来，他也不需要经历这个 lottery process， 也不要抽签，所以我就比较幸运的就留了下来。
其实我当时是非常惶恐的，就是名校毕业但是找不到工作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焦灼。哦，我太能够理解了哈，虽然我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研究生去到美国的朋友们，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1年2年有多么的快，你在与此同时，你想要去最大化的去学习，吸收这些教育体系给你的能量，同时你找工作的压力应该是从第1年的秋天就开始了吧，先要找实习啊，或者说想办法进入怎么样子的圈层，开始做一些 networking 等等。然后第2年的这个全职工作肯定也是从秋天就开始去做很多的申请等等，所以压力我能够想象是巨大的，因为我的本科4年给了我双倍的时间去缓冲，但是依然觉得时间不够用，就觉得好像抓住了这个抓不住那个，每天就头很大的感觉哈，就真的是。像英语当中一个讲法叫做 drinking from the fire hose， 就是对着这个消防栓出来的水再去喝水，就是形容这种，你有很多的可以摄取的资源，但是你根本就接不住啊，那种焦虑的心情。我还算是比较幸运，就是我在哥大的2年的研究生 program， 这2年都有 field placement。其实它就是一种实习，就是相当于每周我们有3天 3 out of 5 days 我们要去实习单位去实习，这个是学校里的一门课，就相当于我在研究生1年级和2年级都有长时间的实习经历，而且我研究生2年级的这个 field placement 就是在 UNICEF， 就是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但是 but 每一个 field placement 这门课是6个学分。你知道哥大的一个学分多少钱吗？大概是3000美金左右。对，就相当于我是花钱去做了实习，花钱去给别人打工。我的天呐，这学校赚钱也容易啊！就把你放到一个 field placement 里面去以后，就是相当于这些学费就收来了，也不用给予教授的资源，不用给予这个教育资源。但是有教育资源，他会安排给你一个老师，然后你每周要跟老师做汇报反馈，老师给你一些指导。但是其实我觉得形式大过于意义吧。我理解，其实这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观众朋友可以证实哈，但在我的了解当中，英国的顶尖的牛津和剑桥的教育也是非常的教授 hands off 的，是上课非常非常少，而是你付的学费啊，其实这个教育的经历基本上就是你跟教授去约时间，你自己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不定期的跟教授在办公室里面做一些 tutoring 或者这个1对1的讨论啊，所以其实跟中国的这种老师带 PPT 来上课，是更加遥远的一种对比哈。但是我可以想象，会感觉有一种浪费学费，舍不得逃课，到了美国再也没逃过课了。其实，在纽约实习生留下来的比例，这个 ratio 是非常低的。我可能也是占了一个中国人的优势，因为我数学比较好，又比较擅长于做表格啊、Excel 啊、Numbers 啊这种东西。因为我之前在去 UNICEF 之前，我在咨询公司实习嘛，所以那一套就比较熟。所以就是相当于我数学和数字的这块优势，帮助我当时留在了非常 competitive 的纽约的 headquarter。非常棒。那其实今天我们这节目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给联合国这个分话题去祛魅，但是大家是不是可以在你的小红书账号、个人账号里面找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呢？对，最近联合国也在走下坡路，可以帮大家好好的去祛魅。大家可以去蕾蕾大冒险小红书的个人账号去获得这方面的信息或者祛魅的这个价值。那我想说，其实刚才你提到的这一点，第一个这个名校之后的一个小挫折，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因为这个现实与期望值的一种巨大的反差，其实对我来说，经历的更早，18岁的时候进入了这样子的环境，我很敏感，我的观察能力也非常的强，所以其实在大1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我的天呐，我的同学都是我们可能在一所学校，
但是不代表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未来是会有任何交集的。对于这个青春期的我们啊，是挑战非常非常大的。尤其像我这个内心本身就比较敏感的性格来说。其次，在我发现了这些他们大家好像这个阶级都穿这个衣服的牌子，那个阶级都穿那个鞋子，也很难不去一开始，尤其是很难不去憧憬，想要去进入，或者说想要适配。我就觉得我也要穿这样子的衣服，或者说我也想要穿这样子的鞋子，去告诉他们，我也是属于你的，我是你的同学，我是你的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当然后来呢，就我觉得随着人的成长啊，包括对于这些群体的认知的逐渐的加深我的安全感又建立起来了，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所处异族的这个身份呢，也有了更多的接受。那我就又抛弃了这些鞋子和衣服哈，我就觉得反而穿不上了，就根本就不像我。但与此同时，我也不会觉得，如果我加入不了你的对话，是一种好像让我感到羞耻的事情，并没有所以这些非常我自己认为是非常真诚的一些内心的故事，包括一开始的这种不自洽，到后来的这个自洽和成熟，这些故事我都写在了书里面，也很期待跟大家以这种长文的形式去做一种深度对谈吧。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写一本书的初衷，因为这些故事要娓娓讲来才有它的这个重量。但是另外一点我想说，其实不管你是处于哪一个阶级，是不是一个主流还是一个异族，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心理健康问题。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层级都会尤其在本科的时候都会出现非常多的焦虑不安不安全感即使是所谓在我们看来出生即在山顶，就是怎么说就含着金汤匙银汤匙出生的孩子，他们也一样会在也许现在我们成人看来非常小的这些事情上面纠结、内耗、不安、焦虑。所以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呢，其实我也在我的书中做了非常多的，可以说是 expose， 包括进食障碍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身边其实大学的环境当中，按照公布的数据来看，大概有15%的男生女生全都包括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进食障碍困扰。进食障碍有最明显的是一个暴食症、一个厌食症，还有其他很多非如此典型的，或者说可能是几种症状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进食障碍的种类有非常非常多。我自己在一开始作为一个旁观者，逐渐变成了自己也成为了一个进食障碍的这个病人。这个过程我也在我的书中做了叙述，这可能是没有人听到过的故事。有一些舆论就说是这些精英没有吃过苦或者说经不起挫折呀，不一定。我觉得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人自觉是 DNA， 很多人勤奋是 DNA， 这一部分可能也是 DNA。它本来就是一个容易敏感、容易焦虑的群体，或者说把这些审视往自己内部去做、去化解的这样一种行为习惯等等我觉得我从名校毕业之后，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件事情花了很多年，而且可能还要持续的要不断的去重新去定位自己。因为在我毕业前后的那个时间段，我对世界的认知是非常狭隘和单一的。比如说麦肯锡或是高盛这样的单位，然后就走上了人生巅峰，然后再找一个好老公嫁了。那个时候我的世界就非常的小，但慢慢的接触到了比我更优秀的人、更幸运的人，还接触到了比我不如我优秀或者是 less fortunate 的人群，我才重新塑造了一个丰富立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就是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健康，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优秀，可能在过去的10年之内
被重复定义了好多次。我现在对我自己的定位，可能就是说，我想做一个尽情体验生活，去创造，去为这个世界做贡献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我去挣多少钱，或者是取得什么样事业的成就了。这个可能是我对现在的自己的一个定位。那可能过2年还会变，可能我会成为一个母亲，可能我会成为一个 homemaker， 或者是我会再次创业。这个谁也不知道。怎么样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哈？因为名校教育和包括你在名校当中接触到的这样的环境和视野、知识，会让你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个世界是你的大生蚝 ，The world is your oyster， 什么都可能，什么都可以做你任何选择不做的，好像都是一种放弃。精英本身有一种思想包袱，好像它的机会成本很高可以说是一种副作用尤其在哈佛的同学当中，我确实是观察到了一个这种自负就是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做，我确实能力也很强这个不愿意放弃，那个不愿意放弃，因为确实都有可能如果说没有这么多选择的话，他也没有这么多的选择困难所以其实这一点确实限制了他们的一种相对的选择人生的自定义勇气吧。这种对于自我身份的一种抗争因为我们主题当中有说到我们是来自于普通家庭我还有一个矛盾之处，就在于我怎么样去看自己的属性，尤其在商学院期间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了本科经历过了一次的名校的洗礼，第2次的时候我眼睛就擦得更亮一些在商学院的时候我的狗狗入境了。在商学院期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更多的这个自我的审视吧，就觉得我是不是有这个义务或者说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要求，要看清我自己到底是谁，然后我对于这个精英教育应该去做怎么样子的理解和批判或者推崇，这些是我可能自己在商学院期间所做的一些心理的功课同时我也觉得有一部分精英文化的内容是我比较的不同意的，比如说有一些我认为比较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形容这些精英群体的学生，在哈佛期间我的感受是比较明显的，甚至有些到了人品道德层面上的缺乏这个不是开玩笑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当中的白领罪犯的人数发生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也是学校从来不会去宣传的一个点，但是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你自己拥有了这么多的权利，有这么多的自负的时候，确实是容易误入歧途，觉得自己可以去做一些法律以外的事情这个道德层面、法律层面的一种缺失最后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精英当中的从众性实在是太强了让我觉得影响到了课堂的和这个知识分享时候的一种质量。刚才我们提到了精英教育应该是怎样的，它最优秀的点、最大的价值应该是怎么样，是因为大家都可以畅所起见，都可以去获得最好的这个讨论和知识。但是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美国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其实有很多自我的审查，那就导致包括商学院也有一个比较礼貌的一个传统，你说这个我也附和你跟你说差不多的，或者说我内心有其他真正的想法，我没有100%表达出来，这样的现象越来越明显，那就会导致讨论的这个总体的多样性和质量有所让人失望吧。我觉得很想最后跟你讨论的一个大的话题，就是在我们离开了这个名校环境和包括你离开了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我离开了高薪企业工作这样的世界之后，我们现在的生活或者说思想的这个收获主要是有哪些包括还有一个跟进的问题，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还有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上这些名校吗或者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去上这些名校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应该还是会选择名校的。可能我不想付那么多学费了，倒是真的，因为我在哥大的学费加上生活费以及来往各种机票的开销，
纽约非常贵嘛，我觉得可能有小100万了。即使我有一些奖学金，估计也是大几十万的这样的一个量级吧。这个对于我的小康家庭的3线城市小康家庭的父母是很大的压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更希望能够通过奖学金或者是 fellowship scholarship 这样的方式去上到名校。但是当年的我没有获取这些知识的渠道，或者是认为常青藤就值这么多钱，但其实现在我不会有这样的认知了。就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会希望能够少花一些学费，但是享受同样优质的教育资源。如果我的孩子，说到我的孩子的话，我觉得也要取决于我的财富量级。如果我还是维持在一个中产阶级的财富水平的话，可能我也会希望我的孩子去通过奖学金上一些名校。那如果我财富更加自由的话，我更希望他去上一些更小众更独特的学校。因为以我的背景和条件，可能我的首选会是一些综合类的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院校。但是如果我能够托举我的孩子上一个更高台阶的话，我希望他的选择面会更广、更自由、更有创意。我总体对于名校的想法是偏积极的，这个跟我的个人体验有关系。因为我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然后我在就职的单位是联合国。那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其实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去服务于像一些非营利组织啊、政府机构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其实我的同学们、老师们都是小天使一样的人，就是对社会心怀大爱，然后愿意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包括到了联合国，这个精英圈层其实也是，并不是完全的利己，是有很多利他的行为和精神存在的。所以我的个人经历还是比较美好的在这个方面。因为很多我的同学呀，还有包括我的前同事啊，都不是为了赚钱而工作的。这个可能跟商学院的体验会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出走名校其实带走的是很多名校还有这些精英圈层留给我的 legacy。我是抱着一种非常积极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流浪生活开心吗？流浪生活非常开心。我觉得跟我 ADHD 也有很大关系，就是我不太喜欢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待着，这种抗拒是生理上的，并不一定是心理上的。所以这种流浪的自由的生活会让我觉得对生活多了很多很多的掌控感，大大的提高了我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没有感受到一种压力呢？因为你周围其他的一些同龄的 peers 可能还是在非常优越的这个，至少从外面看进去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工作的环境当中，对你有没有产生一些心理的压力？还好，因为我用了一个倒推的方法，就是说假如我的生命没有那么长，如果我很快就结束我的生命了，那我会不会想一直做这个工作，做这个体面的工作？它是我生命的唯一体验，这件事情我能接受得了吗？当我去用倒推的想法去看的时候，我当时就马上做了这个决定。我不想一辈子只当一个上班族，当然上班族也很好，我也非常喜欢我当年上班的生活，但是我还希望我能做一些别的事情。是不是能做一个创业者，是不是能做一个数字游民，我还是希望集齐更多不同的人生经历卡牌。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符合蕾蕾我对你的了解哈，就是非常强大的以自我为主导的做选择的能力、思考的能力，这一点非常的宝贵。我觉得如果能拥有的话，你的人生的质量因为为自己选择一定是会非常非常的高。我也很希望我的更多的精英朋友和同学能够尽早的抛弃这些peer pressure 哈，就觉得好像我肩膀上，英语当中有个讲法就是 chips on the shoulder， 我肩膀上有一个这个重量，好像我一定要去证明一下自我。至今像我的商学院同学都已经30岁出头，33、4岁，在这样子的群体当中，我至今还是听到非常多
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我不上班，我不赚这个40、50、60万美金的年薪，我还能干什么呢？我肯定得要去赚钱的呀，我肯定得要去买这个房子的呀，我肯定得要把小孩送私立的呀。所以我也很希望更多的优秀的、聪明的、有抱负的、有潜力的精英群体们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这个轨道和属于自己的人生的满足吧。很为你高兴，蕾蕾。所以我觉得这个流浪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快乐的姿态。其实我也觉得，在这个走出或者说出走之后，我的收获非常非常的大。一个就是放弃了这些执念之后呢，我找了一个与我以前约会对象非常不一样的新的人生伴侣啊，这就是一个例子哈。就是以前是不会喜欢上这个类型，看都不会看这个类型，但是现在随着很多东西的这个放手吧，或者说松绑。我发现，哎，我的人生可以拓宽了，我的视野可以拓宽了，我的选择也可以拓宽了。其次，这个时间自由度，这个流浪的时间自由度，是我前30几年的人生没有感受到过的。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每一天，每一个新的一天，都是一种巨大的奖赏。第三，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终于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哈。就之前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我又觉得我需要赚钱，或者需要在这个工作上做出怎样的成就，需要去成为某种精英，但是同时又觉得哎，很多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我非常非常不喜欢的。这其实现在想来是以前一个非常非常消耗我精神力量的一个事情，就是不合一。但讲到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会不会再去上名校哈？我也觉得应该会的吧。首先我是本科全奖这一点起到了很大很大的帮助。虽然商学院也像蕾蕾差不多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呢总的来说我觉得走进名校是我人生的一种奇遇，也是一种缘分。那之后所谓我要走出哈佛呢，又是一种人生必修，不是说走出这个光环哈，更多是就是走出这种精英思考模式给我带来的一种局限性。但是在我这个走进和走出这一系列的行为之后呢，我就发现哎，我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其实这2个步骤也许缺一不可，所以我非常感恩这样的经历。对于未来这个孩子其实我之前写过一篇，我希望我的孩子不是哈佛的料。为什么？因为我怕他是天生太敏感容易焦虑、抑郁等等，容易不快乐，或没有寻找幸福的能力，或者说有自定义人生的勇气。但是如果这些他能够拥有的话，他去不去哈佛，去不去其他学校，那我觉得是他的未来的自由的选择。但是如果我的孩子未来要问我讨学费的话，不好意思，我是不太愿意出这个钱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否值得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并且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了欧洲的环境当中，欧洲的学费是几乎是免费的。说实话我也很好奇哈，到了我的孩子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学校、大学包括名校这些概念会变成一种怎样的存在？它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吗？它还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就是追求吗？我觉得也说不好，那个时候可能世界已经大变样了非常有可能，也许学校这个概念都不存在了。好期待未来的这个教育环境的重组哈，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通识教育的批判性思维的这个能力的学习，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获取其实我刚才没有讲到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以它作为我们这一集的结尾，不知道蕾蕾能不能同意就是其实学校带给我们的这些，名校带给我们的这些恩惠，除了名校客观的光环和托举之外，这个名气给我们的托举之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在其他的教育环境当中和家庭教育环境当中获取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信心，即使孩子不去上名校，获不得这个名校的光环，其他所有的这些重要的教育的组成部分，你是可以自己 DIY 自己去获得的。是的，是的，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如果说蕾蕾你还可以给大家最后留一句鼓励的话的话，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觉得我的一个很大的特质是有勇气，就是胆量比较大，敢于去打破规则，或者是做一些看起来比较 bold 的事情。但是勇气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才华，就好像你是格兰芬多，大家应该都看过《哈利波特》吧？如果你是格兰芬多的话，你可能就更有勇气。但是斯莱特林学院的学生，他们也有自己的闪光的地点，也就是坏，他们投射了我们对精英的一些厌恶，就是阶级分明、种族分明，然后要维持自己某些光鲜的特权，以及对其他阶层的鄙视。我觉得只要我们不做这样的精英，那其实精英的概念可以被我们重新的去定义。我也好喜欢你的总结和鼓励，蕾蕾，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成长的路径都会不相同哈，但是你会有自己闪光的地方，你也会有之后会被绊倒的地方，会需要去走过的地方，会需要去走出的这个限制，很期待大家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成长路径，也非常感谢蕾蕾今天的远程参与，我们下一期再见哦。谢谢倩的邀请，拜拜，再见，拜拜。